嗨，朋友们，今天聊一个正在改写全球经济版图的国家——印度。说实话，聊印度经济是件挺难的事，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两极分化的选题。有人跟你说，印度 GDP 增速全球第一，已经超过日本，成了第4大经济体，未来迟早要超过德国，变成第3。也有人说，印度的数据是 PPT 之国，制造业10年不涨反跌，外资来了又走。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数据支撑，问题就在于两边都没在说同一件事。所以今天咱们不站队，我们从4个不同视角把印度经济这头大象摸一遍。先从最硬的数字看起，印度政府2026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5-26财年，也就是2025年4月1日到2026年3月31日，印度 GDP 同比增长 7.7%， 比上一财年的 7.1% 还快。第4季度单独算更是到了 7.8%，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，这速度是妥妥的冠军。IMF 预测中国同期在 4.5 左右，美国 2.7， 印度几乎是美国增速的3倍。总量呢 ，IMF 估算印度2025年名义 GDP 超过 4.3万亿美金，已经正式超越日本，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。2022年超英国，2025年超日本。印度的下一个目标是德国。按目前增速差，3年内印度超过德国，变成全球第3是大概率事件。14年前，2014年莫迪刚上台的时候，印度 GDP 排世界第10，18000亿美金，14年翻了2倍多。不管你对印度的其他判断是什么，这个数字你得认，它在体量上已经是全球前4俱乐部里增速最快的成员。但总量大、增速快只是故事的第一层，往下拨一层才有意思。这么大的增速到底靠谁撑起来的？答案是消费。印度个人消费占了 GDP 将近60%，比中国的 38% 左右高出20多个百分点。2025-26财年消费增速飙到了 7.7%， 几乎是上一财年 5.8% 的弹性反弹。14多亿人里，大约3到4亿的中产阶级在手机、汽车、住房、教育上的消费就是这个增速的基本盘。再加上基建投资，莫迪政府这几年大量砸钱修路、修高铁、建港口、拉电网，政府资本支出在2025-26财年预算里涨了 17%， 消费和基建双轮驱动。哪怕美国对印度加征了 50% 的关税，哪怕中东冲突把油价推高了一轮，印度硬是撑住了。现在你手里有了第一个视角的全部画面，一个靠内需和基建双轮驱动，在全球逆风中跑出 7.7个点增速，14亿人体量做到全球第4的经济大国。这个视角里的最大受益者是印度的城市化中产，他们是消费和基建的直接受惠者，工资涨，信贷涨，消费能力涨。最需要警惕的是外部依赖型产业，美国关税、中东油价、全球需求放缓，这些不在印度控制范围内的变量，随时可能从外部卡住增速。好，总量视角看完了，咱们把镜头切到产业结构，你会发现一堆有意思的矛盾。印度的 GDP 分3块，农业占大约 16%， 工业大约 24%， 服务业大约 60%。注意这个比例，印度是一个服务业占比60%的经济体，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发达国家水平了。但印度的人均 GDP 不到3000美金，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它绕过了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标准工业化路径，直接跳到了服务业。怎么跳的？靠 IT 服务业。印度的 IT 服务业是全球级别的现象，塔塔咨询、印福瑟斯、微普罗这些公司给欧美大企业做技术支持、做软件开发、做客服，每年赚回超过2000亿美金的服务贸易顺差。硅谷的 CEO 有超过1/3是印度裔，谷歌的皮柴，微软的纳德拉，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印度精英教育体系里最顶端那批人的产出。但问题也出在这 ，IT 服务业撑起了 GDP 的很大一块，它养活的却只是金字塔尖的一小撮人，大概500万到1000万个高薪岗位。印度有14亿人，剩下的13亿多去哪了？理论上应该进工厂。莫迪2014年上台时高喊印度制造，目标是在2025年把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从 15% 提升到 25%。10年过去了，结果是反着走的，从 15.4 降到了 14.3， 花了230亿美金搞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，在2025年3月直接终止，产值目标只完成了 37%。印度学者自己调侃 37% 是莫迪最大政绩，说白了就是印度在服务业那条路上一路狂奔，但制造业这条路不仅没跑起来，还在倒退。为什么？基础设施不够硬，物流成本占 GDP 的 13%， 全球平均水平是 8%。你在中国做一批手机配件运到港口可能要2天，在印度同样的距离要走1周。电力供应不稳定，劳工法规复杂的像迷宫。在印度解雇一个工人需要政府批准，
这在全球都是罕见的。这个结构失衡带来的后果是深刻的。服务业给印度带来了顶层的光环和外汇，但它完全绕过了印度最需要的制造业对大规模低技能劳动力的吸纳。数亿刚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最需要的工作是在工厂里拧螺丝，而不是写代码做 AI。前者岗位的数量和后者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所以这个故事里最大的赢家是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和硅谷印度裔 CEO， 他们站在全球化的顶端。最大的输家是几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，他们的劳动力在一个服务业驱动的经济体里找不到对接口。咱们切到第3个视角，人口。印度现在有多少人？14.6亿，已经超过中国，稳稳的全球第1人口大国。而且它的人口结构极其年轻，中位数年龄28岁，比中国年轻了整整10岁。所以在全球老龄化的大背景下，印度的人口红利理论听起来无比诱人。每年有12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，可以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劳动力。但有人和有劳动力是两回事。劳动参与率就是适龄人口里真正在上班或者在找工作的比例，印度只有 53%， 对比中国是 67%， 美国是 63%。女性劳动参与率更是惨不忍睹，只有 28%， 每10个印度女性里不到3个在工作，而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超过 60%。为什么不工作？原因叠了好几层。第一层，没受过教育干不了事。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大约 74%， 1/5以上的年轻人是文盲。第二层，受过教育也干不了事。印度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 29%， 而文盲的失业率才 3.4%。这个数字离谱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学毕业生比文盲失业率高将近9倍。经济学上这叫教育错配，大学教的东西和工厂要的东西中间有一条很宽的鸿沟。第三层更难受，只有 3.8% 的劳动力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。印度不缺软件工程师，缺的是会操作数控机床、会维修工业设备的技术工人。你招一个程序员可能来1000份简历，但你招一个熟练焊工，翻遍全邦都找不够。所以14亿人口红利这个说法，拆开看是这样的，人口是有的，但能不能变成红利取决于教育、技能培训和劳动参与率，这3样印度目前都没有到位。于是人口红利在理论上是巨大的，在实践中它大量变成了压力。每年1200万新增劳动力，其中绝大多数既没有工厂技能也没有大学学历，只能在非正规经济里打零工、做小摊贩，或者留在农村种地。这个视角下，真正能吃到印度人口红利的是2类人，一是全球跨国公司，你如果能培训和雇佣这些低成本年轻劳动力，利润空间巨大。二是印度为数不多的精英阶层，知识和资本的拥有者在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里溢价极高。真正受伤的是印度数亿底层和农村女性，她们同时被教育缺失、性别偏见和经济结构排斥3方夹击，离红利这个词最远。好，聊到这你可能会问，印度政府难道不知道这些问题吗？知道。莫迪不仅知道，上台14年推了一系列改革，废超、税改、放外资、砸基建。那为什么制造业还在倒退？我们切到最后一个视角，制度层的慢变量。一个制造业工厂要在印度落地需要过3关。第一关，土地。印度的土地制度复杂到什么程度？每一块地可能有好几层权利重叠在上面，拥有者、租户、佃农，任何一个环节不同意，你的工厂就建不起来。征地平均耗时比中国长5到8倍，涉及的法律纠纷常年堵塞全国各地法院。第二关，劳动法规。印度的劳动法体系由40多部中央法律和1000多部地方法构成。想解雇一个人，先问政府同意不同意。工厂超过100人的企业裁员要政府批准，这条规定吓跑了不少全球制造商。一家企业最怕的不是招不到人，是招到了不合适的人之后没办法让他走。第三关，税收和官僚。政府债务高达2万多亿美金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财政约束，所得税收不上来。印度14亿人里只有不到 3% 的人交个人所得税，税基太窄，财政只能通过关税和间接税来凑。结果就是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比中国和越南都高，再加上邦与邦之间政策不统一，审批步骤繁琐，一个外国投资者想在印度建厂，平均需要和几十个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打交道。这3关不是某个人的问题，是3样根深蒂固的慢变量：土地制度的碎片化、劳动法体系的僵化、财政能力的薄弱。任何一个要改变都是10年以上的周期。莫迪推了14年，废超令出了， GST 税改搞了，外资限制松了，但3个硬骨头到现在都没啃下来。而且最近还有个信号值得注意，印度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在2026年3月滑到了 53.9， 是近4年最低点。
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预期从明年50个百分点降到44%。换句话说，不光外来的工厂没落地，本土企业自己也在减少投资，这是一个不太乐观的反馈循环。这个视角下，印度的根本问题不是增速快慢，而是增长质量的结构性问题。GDP 增速全球第一固然耀眼，但如果制造业吸纳不了就业，教育体系供应不了技能型劳动力，基础设施架不住规模扩张，那么高增长的数字更像是把服务业这块能跑的部分先跑起来，而不是整个经济体在均衡的起飞。最大的焦虑属于外资投资者。印度的市场很大，增速很快，诱惑力是最顶级的，但落地成本和管理复杂度也是全球最难的一档。普通印度人面临的困境则是，经济增长的红利越过他们的头顶，直接砸在了金字塔上半截。如果你没有大学学历，没有英文能力，不在班加罗尔或孟买的科技走廊里，7.7的增速对你而言只是一个数字。好，今天从4个视角拆了印度经济，理一理。首先，从增长视角看，印度是实实在在的全球增速冠军，7.7的 GDP 增速，全球第4大经济体的体量，3年内大概率超过德国变成第3。消费和基建双轮驱动，加上年轻人口结构，给了它至少5到10年的高增速惯性。受益最深的是刚刚形成的3到4亿中产阶级。然后从产业结构视角看，这是一个头重脚轻的经济体，服务业的成就可以比肩发达国家，制造业却10年不涨反跌 ，IT 服务业只养活了顶部1000万人，剩下10几亿人缺乏工业部门来承接。对比很明显 ，IT 精英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，数亿待就业年轻人却是这个失衡结构里最无助的一方。接着从人口视角看，14亿人的红利能不能兑现，取决于3个前提条件：教育普及、技能培训、女性劳动参与，这3样印度目前都严重不足。每年1200万新增劳动力不是红利，是需要解决的问题。跨国公司是潜在的获益者，他们可以用低成本获取受过培训的年轻人，底层和农村女性则离红利这个词最远。最后，从制度视角看，印度制造10年不涨反跌，不是政策意愿不够，是3个慢变量锁死了工业化的地板：土地制度碎片、劳动法僵化、财政能力薄弱。莫迪推了14年，改了无数政策，但根本性的制度障碍没有破，外资被市场诱惑来，被落地成本劝退走。7.7的增速很亮眼，但增长的质量和普惠程度决定了这个数字到底是起飞的前奏，还是不均衡的泡沫。好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有机会我们再深入聊，拜拜。